李长寿并未忌讳什么，一直很严肃。他问询了巫族近万年来每100年的生育数量变化，也问询了如今巫族夫妇的数量，以及巫族对繁衍之事的认知水平。有一说一，对于一个种族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无比严肃且沉重的问题。但是赵公明总是忍不住浮想联翩，心底也有点惴惴不安，感觉自己妹子以后要是跟长庚结为了道侣，肯定不可能是清汤寡水那种道侣型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长庚年岁不长，但懂的是真多呀。很快赵公明也听的是聚精会神，越发认真了。如此，这般，李长寿与巫族大巫祭谈了许多，都是围绕着他一眼看出来的巫族大问题。临走前，李长寿留下了初步解决方案，让大巫祭先找200对健康的巫族男女，按方案进行一下，看看是否能有效果。他回去之后会去姻缘殿、地府造访，仔细查一查这问题的根源，再进行后续安排。大巫祭和那10多名巫族首领顿时是千恩万谢，还拿了一些巫族特产，非要让他带上去给玉帝陛下尝尝。这一次是正宗的土特产，就是一些北周特有的奇珍异果，跟地府那批巫族搞的土特产那性质完全不一样。回去的云路上，赵大爷几次欲言又止，支支吾吾了片刻，才问出了一句：长庚可是提前知道了巫族之隐动？不知。李长寿摇摇头，此前我只是听过传闻，巫族越发凋零，但却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大哥也看到了，那些阻挡瘴气的松木林边缘，明显有大批被废弃的村落，说明巫族在有效抵挡瘴气侵袭之后，还是有明显的人口缩减。咱们去的那个部落，其内总共只有10多名孩童，而这10多个孩童还都是差不多的年纪，没有新生婴儿。最初我还以为这些巫族将新生孩童都藏了起来，但是那些孩童凑过来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一点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啊？巫族血脉不纯，近乎巫人。赵公明顿时面露恍然，沉声道：莫非纯血巫族已无法存于天地？或许吧。所以我今日稳了一手，没有将话都说满。给他们的初步方案只是增加受孕几率，毕竟我也不知道这背后是否有谁在算计，必须要调查清楚。巫族之中实力不足长生者有9成9，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1个元会之后，大地之上恐再无巫啊！遥想巫族当年，罢了，这与我结教也是无关。对了，长哥，你那个方案中好像有些什么秋宫土屋。李长寿扭头看着赵公明，目光之中满是震惊，甚至已经震惊到失声轻喊：啊，老哥，你竟还对这般事有兴趣？赵公明老脸通红。我不是，哎呀，你莫要，我这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呢？你李长寿一阵大笑，赵公明方知被耍，气恼的要上来与李长寿厮打，但是李长寿已经是手疾眼快，在袖袍中摸出了一只宝囊，36天罡秋水无痕图，今献给老哥。赵公明精神一振，接过宝图，两个人对视一眼，赵公明正色道：此事天知地知，老爷们知，你我知啊！李长寿立刻点头，也莫要被云霄仙子看到了。是。中。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勾肩搭背，驾云赶往南赡部洲。他们前脚刚到了安水城，就见一道紫光自南海之中飞出，在两个人面前堪堪停下，化作了一名微胖道者。来人瞪着赵公明，一阵着急的喝骂：哎呀，公明师弟，你这人
你怎么还对你大师直起了那般心劲儿啊？赵公明顿时不明所以，李长寿也是满头雾水。不是，这又咋回事？有人搞事。听完多宝道人所说，李长寿、赵公明对视一眼，几乎同时泛起了这般念头。甚至多宝道人自己说完都觉得不太对劲儿，细细地咀嚼了一下。火灵圣母已搬去峨眉山罗浮洞中修行，截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与内门大弟子的大徒弟火灵圣母早已是双修道侣的关系，这还是玉虚宫中黄龙真人亲自说的。多宝道人喃喃道：莫非火灵他被人算计了？赵公明立刻接话：我与火灵师侄如何会勾搭如何会有这般事儿？此前金光师妹在我洞府前受伤昏倒，我将她带回府内，想着我来照看有些不妥，就请了火灵师侄过去帮忙照顾金光。他与金光最是要好，平日里也是形影不离。多宝道人那微胖的面容上顿时多了少许沉思之色，在云上负手而立：这话还是黄龙师弟放出来的消息。两位师兄，李长寿笑道：咱们先去内堂说吧，内堂之中有太极图遮掩，咱们说的话不会被旁人听去。他自是话里有话。赵公明却道：我先回洞府看看，问一问到底出了何事。一起去。多宝道人也难得面露正色：长庚，你多谋略智计，可否跟着我们走一趟？此事虽小，或许只是黄龙师弟一句玩笑话，但极易让阐教与我们截教再生间隙。你乃人教弟子，居中调和再简单不过了。好。李长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在袖中取出了一只纸道人递给赵公明：两位师兄先将我这纸人带上，我且做些安排。善。公明多宝齐齐点头，立刻不是驾云了，习惯了，这回是多宝道人打洞赶往了峨眉山罗浮洞。两位大佬走后，李长寿却是略微皱眉，背负双手从云上落去了海神庙后堂。这事儿简单又不简单呢？莫非是有人看到了大法师那一则谣言在五部洲传播迅速，然后选择了用这种事搞名堂？李长寿将这具纸道人收回地下纸道人库，天庭中的纸道人开始忙碌起来，驾云赶往了兜率宫。此时得到的消息虽然不多，但是李长寿大概能够梳理出一条逻辑线。黄龙真人必然是在罗浮洞见到了火灵圣母，问题就出在黄龙真人是否将此事说给旁人听。若是说给旁人，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火灵圣母怎么在罗浮洞啊，那这个谣言必然是从黄龙真人这儿传出来的。但若是黄龙真人没对任何人提及，那这件事儿就颇有些玩味了。基本可以锁定是有人暗中算计，且最可能是西方之人。稳一手，事关三教，再小的事儿都可能成大雷。李长寿不敢胡乱调和，还是让大法师出面比较稳妥。直到人赶到兜率宫，李长寿还想在外出声求见，宫门已经是缓缓打开一条缝隙。李长寿见状一喜，提着拂尘涉级而上，闪身进入宫内，径直赶去后院。终于自凌霄宝殿随意出入之后，某天庭普通权臣又解锁了兜率宫随意进出权限。哎，做人嘛，要有梦想。李长寿暗下决心，下一步就朝着太清观随意出入迈进，努力抱稳人教大腿。行至后院，见到大法师时，李长寿也是略微皱眉。大法师这休息的地方实在是太简陋了，这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啊！就这般躺在青草凝成的草垛上，那睡眠质量能高吗？梦中能香甜？大法师，师兄！李长寿轻唤了几声，玄都大法师的鼾声节奏丝毫没有被打乱。
李长寿在袖中拿了一个板凳坐下来，又摸出了一把二胡，坐在凳子上拉了一首激昂的赛马曲。正在熟睡的大法师慢慢睁开眼睛，扭头看着坐在自己身旁不远的李长寿，伸着懒腰就坐了起来。长寿啊，怎么了这是？被谁欺负了？李长寿收起二胡，忙将此时正发生的这点小事简单道来。大法师听罢笑曰：或许只是一二误会，不必如此紧张。若在东海出事之前，弟子也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会。经上次一役，弟子此时确实不得不多想几层。根据弟子刚得来不久的消息，大法师可否出手推演一下地藏这个名号？他应该是西方圣人的弟子。可是文静所……大法师，李长寿突然出声打断，又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大法师不由哑然失笑。这里是兜率宫中，怕甚？当下大法师左手托着太极图虚影，闭目凝神，开始细细推算。很快12品金莲警告。但是太极图缓缓旋转，一缕缕阴阳二气凭空凝成，注入这图的虚影中。大法师闭上双眼，身周缠绕着一缕缕道韵，很快就缓缓呼了一口气。你说的这个地藏是西方接引师叔的弟子，修为倒也不错，似乎近来刚刚出关。此次东海之事便是他一手策划。哦，大法师挑挑眉笑道：不错，长寿你倒是难得遇到一个对手。大法师，可否继续推演？我想知这地藏有没有厉害的神通，尤其是探听神通。此事很有可能是黄龙真人赶去罗浮洞寻赵公明，而后意外遇到了火灵圣母，二人有过交谈，被人听取了。大法师不明所以，笑道：谁还能一直盯着罗浮洞不成？话虽如此，但是大法师还是继续闭目凝神，细细推算。这一次倒是真的花费了一些功夫，大法师的面容也有些凝重。有一瑞兽名为谛听，此瑞兽为地藏的坐骑，天机所显，他有一神通，可以听三界生灵之心声，可辨世间真假。这也算不得什么厉害神通，境界稍微高些，只是提前有所提防，封闭道心，自然不会被他听去什么。啊，能防备就好。你是说，是那地藏借谛听的神通在搞鬼？此时尚只是推测，弟子也不敢妄下断言。像这般瑞兽，如今洪荒可还多吗？这个倒是说不清。很多远古活到今日的大能，都有这样那样奇异的神通。若说瑞兽，上古妖庭鼎盛时，有一大妖名为白泽，天命神通便是趋吉避凶。第3次巫妖大战刚开始打，他就没了踪影。我与白泽也算交过2次手，每次都被他提前逃了，甚至我刚动杀念，这家伙就嗅到了危险，比这谛听要麻烦100倍啊！上古的白泽还活着？李长寿心底记下了此事，就将话题引到了这次谣言上。大法师本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出面，但听李长寿道：弟子觉得此事虽小，若截教一方去玉虚宫质问黄龙真人，极易将事情弄大。大法师，您不如先去请黄龙真人，而后一同赶去罗浮洞中，弟子有一具化身已在那儿等候。弟子还要再想个办法，杜绝再有这般事发生。善。大法师站起身来，叮嘱道：最好是能一劳永逸，这般风言风语，当真让人有些不爽利。大法师放心，弟子已有副案。大法师轻轻颔首，施展挪移乾坤，离了兜率宫。李长寿又瞧了眼空荡荡的兜率宫大殿，做了一个道揖，这才溜了出去。小金小银也不知道去了何处，今日的兜率宫中倒是意外的有些清了。离了兜率宫，李长寿径直赶去凌霄宝殿，又在殿外等了一阵儿，一心多用。大法师很快就带着黄龙真人抵达了罗浮洞，
与多宝、公明、李长寿还有2位不知所措的小圣母碰了面。赵公明与火灵圣母那点事儿，这本就是谣言，几个当事者一碰面，自然就解释清楚了。黄龙真人更是主动立下大道誓言，言说自己绝对未对任何人言说过半句有关火灵圣母之事，天道之力来去一遭，也算是给了验证。至此，李长寿总算没了疑虑，这件事大概率就是地藏和谛听随手而为了。地藏有神兽谛听相助，可以捕风捉影，随意捏弄谣言，虽然效果不错，且有4两拨千斤之感，但始终是落了下乘。这事儿本身就是把柄，西方教率先开始搞这一套，这是因，那么自己接下来适当的做一些反击，便是果。既种苦因，当受苦果。心底打定主意，李长寿迈步进入了凌霄宝殿。宝座上高坐的玉帝陛下顿时打起精神，露出淡淡的笑意。白衣玉帝道：长庚爱卿在外面站了许久，可是有什么不好开口之事？啊，陛下，小神刚才确实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问陛下。问，吾自是知无不言。李长寿沉吟几声，小声问：陛下您能调动的天道之力有多少？能做到哪般程度？玉帝也是有些不明所以，不知李长寿为何会提这事。玉帝轻吟一声，话语也颇为严谨。若遇大恶之徒，或是对天庭不敬者，又或是有凶恶打到我这凌霄宝殿时，请动紫霄神雷，应问题不大。李长寿的心底顿时一阵赞叹，他就欣赏玉帝陛下这越来越严谨的行事风格。紫霄神雷还问题不大，这没谁了简直。罗浮洞中，李长寿闭目凝神，盘坐在角落蒲团上。4位三教大佬围坐在矮桌旁，金光圣母与火灵圣母则躲在洞府更深处的石室内。金光继续躺在那儿昏迷不醒，火灵圣母倒是有些心虚，还好李长寿此前就已经暗中传声，让他们2个人把戏演到底。罗浮洞中沉默了许久。